世玉，忙，这2天辛苦了，还不错。还是及时把孩子解救出来了。顺手来了个人赃俱获，啊，干得漂亮，小关干得不错啊。听见没有？小关干得不错。哦，对了，这个2天前啊，双泉路那边出了起命案，有个房屋中介公司的员工死在自己家店面里了，叫新源置业。这个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让小高在技术科等你们呢。哦，那去看看。被勒死的尸体我也解剖过不少，不过像这样的确实还是挺少见的。之前我一直以为凶器可能是一个弹性特别好的细散冰绳，但是从环形的伤口当中并没有提取到任何的植物纤维，而且根据死者手骨断裂的情况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根金属线。那是铁丝还是钢丝？新弦之类的，钢线。钢线。这儿，哎，看看监控。好。这就是嫌疑人。换个角度。没了，因为那块快拆迁了，能用的监控就这一个，而且嫌疑人好像戴着口罩，无法看清面容。新源现场斗殴的人说，这个人脸上有道疤。有疤？那不用说了，肯定是老关。哎呀，中介公司火拼啊，怎么还能出人命呢？这真是的啊！坐，可以。坐，好样的。谢谢。进来。周队，你找我呀？哎，小周，来，坐。不错，这案子干的真的是不错。那还得感谢您，要不是前段时间您把我调到派出所，我哪有这机会学习啊？但是不能因为破了一个案子啊，就骄傲自满、洋洋得意啊！你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到派出所吗？您不是说要让我去基层锻炼锻炼吗？是啊，没错，这只是一方面，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别的吗？别的什么？像你们这种啊，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特别容易分心，不专注。你看啊，你一到我们这儿来，就给你配了最好的刑警，关老师做你的师傅，对吗？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让你跟他好好的学习，能够成长的快一点。你怎么样呢？你每天想东想西，一丁点认真学习的样子都没有。说白了，还是心不静，所以才把你调到派出所，让你在那儿好好收收心，不要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能把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而不是让你眼高手低，你老去够那些你根本无法掌握的事情。
你明白吗？明白了。你真明白了？哎呀，不明白也没事儿，以后慢慢体会吧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做事情要专心。哎，这有个新源置业的案子，你回头跟一下吧。哎，知道了，周队。周队，怎么了？还有事儿啊？我以后能继续跟着关老师学习吗？啊，这以后再说吧。先把手底下事儿做好了，啊。去吧。赶紧吃饭，减肥呢。哎，对了，我跟你说啊，支队现在没法确认那个监控视频里的人是我啊。哎呀，你那儿查着什么了？大概查了一下，这个新源置业差不多就是个黑中介。那块地方有不少拆迁和回迁的业务，所以这新源置业呢，应该是从徐鹤那个渠道买了不少信息，拉拢很多的业主，跟这个拆迁方谈条件。当地还有个叫新泉置业的中介公司，很可能是这个拆迁方的人，所以跟新源置业之间产生了不少的冲突。一个要拆，一个坐地起价，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利益，所以新源置业的人被杀。推测应该跟新泉置业有关。那个娃娃脸，应该就是新泉置业背后的势力派去杀人捣乱的，所以一定要查一下新泉置业背后的操控者。啊，你说怎么查就怎么查。饭后73.9，标准。哥。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也称一下，别回头让人看出咱俩体重区别了，没法干活了。洗个澡啊。74.7，这我用不上了。哥，你最近怎么胖成这样？不能怪你，肯定是我最近太辛苦了。哎，不能再让我接着吃了。我洗澡去了。哎呀，这人变轻了，真舒服。就能飞起来。这，取钱？哎呦喂！真是，大姐，你怎么亲自来了啊？嘿，这不打个招呼跟我？来，喝点水啊！哎，你说这有什么事儿吩咐一下不完了吗？啊？我这怎么了？不太高兴啊？陆局叫你们去总队开会。嗨。这点小事，您说您还亲自来，找个人给我送一趟不就完了吗？哼！甭说那片儿汤话了，
有闲工夫多干点正事儿吧。不是大姐，您这什么意思？我就不太懂了。那我说点你能听得懂的。林佳音，你认识吧？佳音这件事儿，是我们当时真的是……这炸死的事儿是你和光峰掺和的吧？是。虽然现在总队在组织调查，但是我们这事儿不算完。也确实，我和老关没有能保护好他。你以为佳音这么多年是确保自己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做渗透的？干这行的只要出外勤，大家都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用不着谁来保护。别以为你当了2天牧羊犬，还真把他们当绵羊。是什么事？你还有那个关洪峰，人你们保护不住，出了事儿也不能赖你们，谁让你们是废物点心呢？但是现在人没了，你们最好给我找出个抵偿对命的。找不出来，趁早吱声，我去总队把案子要过来。你们不管，我曲协管。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在插播一则气象新闻。根据气象部门紧急发布的雷暴橙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未来24小时内，我市将出现伴有明显雷电和7级左右的雷雨阵风，预计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100毫米。目前我市的公园、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已经关闭，请市民朋友们保持警惕，做好防雷雨、防风准备，关紧门窗，避免外出。必要外出时，请远离户外广告牌以及带电设备。在这个风雨欲来的时刻，愿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河西金港。老关，马上进入4月了，你想起什么案子没？市局那边发话了啊，今天必须得把那个4月连环杀人案给破了。叫咱们队过去开会呢，而且陆局点名让你过去，啊，赶紧出门吧，注意安全。3年了，3个被害人，凶手跨向阳海港西关3个区连环作案，这是你们3个队的问题，也是总队的问题，现在是所有人的问题。专案组成立这么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今天我把长风的弟兄们叫来了，要把4个支队核心的刑侦骨干都攒到这儿。要的就是今年再不能有第4个被害人，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向阳海港西关向我极力推荐长风牵头，他们提供外援。赵星辰，你怎么才来？市局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啊，陆局，那个表不走字了，回头我就去修。小许，你组织一下大家，跟长风介绍案情。好。在座各位都知道，连环杀人案无非就2个突破口，一个是犯罪嫌疑人，从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和物证线索找出凶手；其二是被害人，调查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进一步缩小摸查范围，最不济就找出几个被害人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推断出凶手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方法。但该名嫌疑人连环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作案痕迹。受害人的年龄、工作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甚至是毫无关联，所以现在就使得这个案件的侦破彻底陷入困境。每年4月初都有人被害了，那总队为什么觉得都是同一名凶手所为呢？有一种智商叫做先看后问，
3年前嫌疑人首次作案，当时是西关刑侦受理的。大前年在4月4号一个雨夜，西关大棚一个电商公司发生了一起命案，受害人呢叫刘晓东，是这家公司的经理。案发时间大概是在午夜的前后，这些基本信息啊都在这些案卷里了，你们可以自己查。简而言之，他是被人用刀砍死的。第2名被害人呢，在我们辖区，案发的时间呢是前年的4月6号晚上10点多。遇害人是女性，41岁，一名事业单位的这个财务。叫做龚鑫，案发的地点呢就在他们单位旁的一个公交车站。哦，对了，当时也在下雨。作案的手段呢和第1案相同，受害人也是被砍死的。第3个被害人是在我们向阳一个烤鸭店的厨师长，叫庞成，34岁，去年4月2号晚上8点左右也在下雨，他去饭店后门抽烟，结果被砍了。这3名被害人都是后脑遭大型利器劈砍致死，而且案发都是在雨夜。这应该就是这3个案件最重要的共同点吧？都是一刀致命，伤口非常深。并案侦查是谁的建议啊？3个队会商的结果，上报总队、陆局拍的板，有问题吗？小赵，把这3份尸检报告传承给咱们队的小高。好。没有。不过我们队也有一种智商标准，叫先确定并案线索，再进行摸排侦查。哎，老关，这曲贤什么情况？今天吃枪药了？关队，你可是咱们专案组最后一支救命稻草了，马上就4月了，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凶手快要行动了。时间紧，我明白。好，那我们先回队里了啊。回见啊。好，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陆局，我就是想问一下，关于林佳音的死，调查到什么份上了？我知道你徒弟林佳音的死对你刺激很大。前几天为了调查林佳音被害真相，还把你留关了半天，心里一定很委屈吧？虽然事后证明是一场误会，不过我还是要为当初对你的不信任表示抱歉。陆局，您呢也是按规章办事，章程就是章程，严谨客观。花火也是一样的，谈不上什么感情层面。我说我还是了解你的吧，你还是那个一丝不苟、理性严谨、原则大于天的关宏峰。我们呢也是痛心疾首，正在马不停蹄的查。谢谢陆局，那我不多打扰了。连环杀人案的事儿，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好。周队，明天才是愚人节，你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早了呀？我给你发了3桩命案的尸检报告，你要是看这些尸体的照片，你还能笑出来，我保证我回队里，我让你下半辈子都不会笑了，信不信？我的意思不是这件事有多么的好笑，而是我希望你搞清楚，我的工作是验尸，不是验尸检报告。在缺乏第一手原始物证的，在尸体没有放到那个台子上的情况下，我所有的检验还有推断，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人别炖法医都是吃素的吗？啊？你还没有资格评论尸检报告的准确性。你等会儿。喂，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要的不是尸检报告判断的精确性，
我要你对3份报告上面3名受害者伤口的描述和照片，以及病理解剖分析做2点比对。第一，是不是同一把凶器？第二，是不是同一个体态的人用这把凶器实施了加害行为？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是同一把凶器。不过别着急下判断，再看仔细一点。3个伤口都有一个近乎正梯形的侧切面，顶骨到枕骨切口最深处的微型开裂痕迹，证明凶手在拔刀的时候曾经扭转过刀身。而骨层的断面呈现出不规则的锯齿状，这么奇怪的器物，很难找出第2把。锯齿刃。根据劈砍方式以及造成的伤口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把刀身在40公分左右的砍刀，而根据一般的配重标准，再加上刀柄，凶器的长度应该是在60公分左右。这种长度和规格的刀，一般不会有锯齿刃。战术和格斗刀才会有锯齿刃，没错吧？对，像这种锯齿组合刃的多功能设计，一般都出现在野外以及战场上，而为了方便携带，一般都是短刀，长度并不符合。而且锯齿刃一般都是在刀背上。明白了。第2点呢？至于第2点，恐怕就需要用实验来论证了。好，我知道了。差不多到饭点了。这市局的食堂呢，营养过剩，我降不住啊。哎，我随便出去吃一口啊，一会儿就回来。你就没这富贵命。吃你的兰州料理去吧。哎，10块8块点钱啊！你开票回来我给你报。这眼看天都要黑了，你联系他们吗？给他发短信了，这不是来了吗？啊。王宇，那个叫曲贤的，防着点。放心吧。根据这3起案子留下的痕迹线索，再加上尸检报告，我们队内进行了讨论。现在初步确定，这个凶手应该是个男性。作案工具是一把砍刀，但这砍刀的器型有点特殊。根据一般的配重标准，加上刀柄，差不多应该是60公分左右。但是这个规格和长度的刀具呢，一般没有锯齿刃。但我们通过这个尸体骨层的断面，可以判断，这把作案工具从中段到尾段是有一组不规则的锯齿刃，比较罕见。劈砍的部位都是在被害人脑后的顶骨至枕骨之间，全是一刀致命，直接劈开了颅骨，说明这个凶手体格健壮，年龄应该是在25到45岁之间。鉴于这3起案子呢是发生在本市，虽然区域不同，但是我们初步确定，这个凶手应该就是生活在本市，而且他很有可能有自驾的交通工具。他选择在雨夜作案，这下雨天呢，很少能留下痕迹，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这个反侦查的能力。由于案发都是在工作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人应该从事的是自由行业啊，就算是有单位，有可能是弹性工作制，基本上可以划归在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当然，作为一名连环杀手，长达1年时间的冷却期，可以说明这个人非常的冷静、自制，偏向于某种高功能的反社会人格。哎，老关，那你说咱们先从哪起案子开始调查呢？第1起啊？在连环暴力犯罪的调查当中，往往第1起案子其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很有可能就是这凶手他反侦查能力最生疏、犯罪标记行为最为明显的一起。
当然，在这3起案件当中，我并没有觉得第1起有什么特异之处，恰恰相反，这前2起杀人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相似，都是人烟稀少、夜深人静的时候作案。只有去年4月2日，烤鸭店的那个厨师长庞成被害的那一案，案发地点是商业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区底商，案发时间是晚上8点钟左右。这个案发的时间和地点呈现了和前2个案子完全不同的作案环境。因为周围的人比较多，而且监控设施比较齐全，我建议回到这个现场，重点展开调查。黑官队，冒昧打断一下，您刚刚提到说他是高收入乃至高学历人群，这判断依据是什么呀？一个自由职业者，有车，而且冷静到1年只杀1个人的凶手，那这么推断，没问题吧？明天就进入4月了。既然初步认定这个冷却了1年的连环杀手，之前发案时间都基本是在4月初，也就是说，过了今晚，我们就要和这个杀手正式赛跑了。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查。好，等一下。吃饱了？许队，那什么，尸体已经进行比对了啊，确定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啊，等会儿开会的时候我详细跟你说吧。啊，你们本来就多此一举。许队，容我问一句，是我得罪你了，还是我们队里得罪你了？你和你们队倒是没有。不过你哥肯定是得罪我了。陆局，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官队，官队，按你说的，嫌疑人在本市居住，又有反侦查能力，那为什么他杀人潜逃之后，不但没有离开金港，还每年都出来作案？他是故意在挑衅警方吗？许队，我刚才说的那些只是对嫌疑人现阶段的推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实际的线索当中找到他杀人的动机，所以只能从字面上读解他为什么每年4月才出来杀人。姓曲的这话到底是几个意思？啊？不是，当初林佳音也是一眼看出我们哥俩的破绽的。这个曲贤比他资历还老，一眼看出来也不算奇怪吧？不奇怪吗？啊！我天天跟你们哥俩在一块儿，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要我找他问问去吧。啊！你疯了吧你？你去问他。我们哥俩这事儿要炸出来，你知情不报，你想给我们哥俩陪葬啊？这事真要是戳破了，就算我假装不知道，我也是万无至少，这雷我背定了。你看总队把他们叫过来，做完简报之后，大伙儿都撤了，就剩下我们和姓曲的。不是，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你说总队会不会已经掌握你们哥俩的这个情况了？不可能吧？
二位大哥也在这儿，辛苦了，有事随时招呼。高主任，你说咱们费了半天的劲，做出来了的整形，为什么还要切缝打孔啊？你告诉我，人的颅骨一共是多少块骨头构成的？23块。那还有3对听小骨呢，所以啊，一共是29块。不过呢，我们只需要表面建模，所以你说的23块其实也对。既然我们用了强筋磷灰石和聚磷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生物陶瓷来做了这个颅骨的模型，而且我们还用这个硅胶来替代人体组织进行填充，为的就是能够更好的模拟真实人体的强度和结构。那你告诉我，组合结构的骨骼抗压能力和单一完整结构的骨骼抗压能力，它能一样吗？高主任，一不一样我告诉不了你了，我能告诉你的是，经费在燃烧啊！如果这次市局专案不给我们报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2个月，你就当减肥了吧。我减肥？小李，走去作业去。周队，要不要带点什么？我不去，你们去吧。哎呦我去！这小高啊，把队里都快搅翻天了。老关，咱俩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怎么了？哎呀，说是他搞了一个什么人体头部相似材料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价格不菲，而且吧，在这个法医办公室里面是又敲又打，又蒸又煮，这房子都快拆了。那得赶紧回队里看看，万一时局一激动给他开了怎么办？哎呦，这孩子，我发现这脑子疯了，真的。小赵，你完事儿赶紧回去啊。好嘞。啊，哎。哎，关队，海港跟西关刚刚发过来的补充资料，说是想让人抓紧看一眼，看看还有没有要调取的别的物证，他们好安排。啊，你先下去，我这就过来。看，行，这不是挺齐全的吗？嗯，你再过一遍，有事随时跟我联系。好嘞。还没走呢。烤鸭店西侧的商业街和东侧的小区一共9个探头，去年都做了证据保全。我调了技术队过来查监控，你们要不要过去盯着点儿？当然了，小赵，你去吧。好。你心理素质不错呀，居然没跑。我应该跑吗？刚才会上讲那2句还挺专业。看来跟你哥没少学呀。曲队，
什么时候你要有了宏宇的消息，可以随时告诉我。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儿，我要是给你点破，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告诉你吗？喂，嘿，我说你怎么还不下来啊？磨叽什么呢？马上下来，马上啊！快点，赶紧的！催我了。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先走了啊。这会儿想跑了？哎，曲队，您到底想表达什么呀？啊？我就是想表达，刚才你案件分析的不错，嗓子都冒烟了。作为同事呢，你水太久，敬你。不敢喝，怕留下指纹。谢谢啊，我还真是有点渴了。这垃圾我得给扔了，对吧？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眼，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意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但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几点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但是我接受，因为我爱。
间，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但是我接受，因为我爱。再见，浪费几百的时间，没有画面，闭上眼，光让